如果你点开这支视频，很有可能你也经历过这样的感受，脑子里就像有个开关似的，想停下，却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明明知道想太多也没用，但思绪就像自动播放一样，一条接着一条。上支影片我们讲到，想太多模式，也就是反刍思维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让我们越想越痛苦？如果你还没看，我建议你尽快去补一下，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。今天这支视频，我们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，我们要一起练习如何一步一步地把想太多的音量变小，让我们的大脑重新获得自由。首先，我们聊聊想太多为什么停不下来。你只要记住这句话：想太多是你的大脑把负面情绪当成了要解决的问题。在你经历不安、羞愧、恐惧、被忽视、被否定这样的情绪的时候，你大脑的杏仁核会亮灯，提醒你危险，你必须要解决它。于是大脑就自动启动，不停回放，不停分析，不停脑补最坏的情况。你以为自己是在想清楚，但其实你的大脑是在试图逃离一种不舒服的情绪。所以今天我们不从思想下手，我们从情绪、行动、情境、觉察这4条路开始。走出想太多有4个步骤。第一步，先处理情绪，而不是问题。你一定有这种经验，越难受的时候越想解决问题，但越想越糟，越想越乱。这是因为负面情绪一强烈，大脑就自动启动想太多模式，而你无法在想太多中解决问题。所以第一件事儿不是想清楚，而是让情绪退潮，不是试图马上找到答案。你可以做任何一种情绪调节方式，比如交替鼻呼吸，就是用手指按住一个鼻孔，左右鼻孔轮流呼吸。也可以深呼吸几次，或者出去走走。你也可以洗澡或者泡澡，或者写下我现在正在想什么来提醒自己。重点不是技巧，而是让大脑从危险模式回到可以思考模式。因为当你想太多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而是在逃避情绪。所以请记住，情绪不稳不谈问题，先处理感受才有资格谈解决。第二步，只在情绪稳定时解决问题，而且只做具体小事儿。想太多有一个最大的陷阱，它让你想抽象的问题，比如我怎样才能变得更好？我怎样才能不再失败？我怎样才能值得被爱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可以在今天解决掉，所以它一定会把你推回到绝望里。我们要做的是把抽象的问题变成具体的小步骤，比如不再问如何才能不再是个失败者，而是问今天我能做的一件小事儿是什么。不再问我要怎么才能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是问我今天能不能先把这件小事儿做好。不再问我要怎么才能建立亲密关系，而是我能不能先把手机收起，回一封我一直不敢回的信息。你不需要解决整个人生，你只需要问我今天能做的一步是什么。一小步就是改变的开始。第三步，不要急着解决人生，要先改善情境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想太多的人常常觉得我现在太烂了，做什么都没用，我落后太多了，再努力都追不回来，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。但这些都是抽象结论，不是事实。真正帮助你的是改善情境，比如
多一个朋友，多一个支持你的长辈，多一个可以一起运动、读书、写作的人，多一个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的关系。你不需要马上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你需要做的是让好事儿变得更容易发生。比如，想恋爱吗？先让自己跟异性有正常轻松的互动。想要新机会吗？先让自己出现在可以遇见新机会的地方。工作低潮吗？先找一个比自己更有经验的人聊一聊。你不需要一下子变好，你只需要让环境变得比昨天更友善一点点。第4步，想太多时不要阻止想法，要做的是浮起来，观察它。阻止想太多，就像叫海浪不要来，做不到。真正能做到的是让海浪来，但你站得更高，不被卷走。我教你一个非常有效的练习，叫做下一个念头是什么的冥想。每次你开始想太多，那些负面的念头就一串接一串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们要做的不是阻断它，而是从念头的参与者变成念头的观察者。做法非常简单。第1步，安静3秒，深呼吸1次。第2步，问自己一句话：好，大脑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念头会跑出来，然后你再问，下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再下一个呢？再来是什么？你不需要分析，你不需要评价，你只需要看着它跑。你会发现2个神奇的变化：思绪会继续跑，但情绪不会继续被放大，因为你没有掉进去，你只是站在旁边看它经过。思绪跑着跑着会慢慢停下来，因为你不是在为它燃料，你只是看着它自动消耗完。很多咨询者练过几次后都跟我说：哇，我第一次觉得我不是被念头拖着走了，我好像找回了一点点主动权。这就是我们要的。把所有步骤串起来，你就会慢慢走出想太多。我今天讲的4个方法其实是一整套系统。先处理情绪，让大脑退出报警模式，只在心情稳定时做具体的小步骤，改善情境，让好事情更容易发生。用下一个念头是什么来训练大脑，从参与者变成观察者。当你重复这4件事情，负面情绪不会把你卷走，想太多的力量会变小，悲观的声音会退一点，你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机会，你会开始行动，你的世界会慢慢变得不一样。不是突然变好，不是3天逆天改命，而是你不再被你的脑子牵着走，你开始带着你的脑子一起走。如果你正在经历想太多，我想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：你不是坏掉，你不是不够好、不够聪明、不够坚强，你只是长时间被一种思考习惯困住了，而习惯是可以重新被训练的。如果今天的练习你愿意试试看，你已经在改变的路上了。也欢迎你在留言里告诉我，我准备开始改变的第1小步是什么。下一次我们可以继续深入聊如何让这些练习变成你的生活肌肉，让想太多不再拥有你的生活。我们下次见。